各位晚安，大家好。今天就端午节的最后的一次拍摄，端午节前最后一次拍摄。那今天我们那个 Roja 的特辑要在这边告一段落，要告一段落了。嗯，对。等一下，端午节哈是这样子的，干嘛？你要给我艾草还是什么？对，我们是驱我的邪的。我们端午节需要有一些那个哦，草还掉了啊，草还掉了，这个是什么草你知道吗？什么苦艾还是什么东西？是吗？艾草啊，我也不知道。雄黄嘛，雄黄是酒雄黄是酒吧？艾草啊，以前我小时候家里甚至过端午节都会绑那个，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了。是，那个长长的嘛，对，挂丢啊那一种的那种。普艾吧，好像叫普艾，对不对？普艾哦，对，普艾。是。好，那你今天带哪只来跟大家？今天大概就是五色鸟最受欢迎的一只，也是最适合今天的天气的一只，叫做极乐世界。极乐压轴了，对，压轴了。最好的放在最后，可以这么说。但因为其实我还是要讲，我们五色鸟陆续都上片了，我必须要老实讲，五色鸟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男性。如果你拥有了五色鸟，在各种场合、各种季节、各种面向，有这5只可以搞定，好吧？可以搞定。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很少会收所谓的包轨，但是我真的很难得五色鸟，我觉得我舍不得任何其中一只是没有。所以这五色鸟你全部都收齐了。对，好，那我们赶快来开起来。这一只为什么你特别放在最后才端出来这一道菜？因为它是五色鸟里面最受欢迎的，叫做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以前跟博君有拍过古龙香精，对不对？蓝色的那一瓶。对，那这一支就是纯粹的香精，对不对？对。好，然后因为它是香精，它的香精基本上都是水晶头了。是啊，然后古龙的话是金属头。好，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还有刻字好像新的，因为环保还是什么，它要优化这生产的旁边的字，慢慢好像以后就慢慢会取消，慢慢会取消。对。现在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新政策，对不对？好，端午节快乐！好啊，你是明天要去划龙舟是吧？我还真的划过龙舟。真的。来，赶快来试一下。既然豪哥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很喜欢。我们台北已经连续这支超受欢迎的。我们台北已经连续2天湿度很高，可是雨下不来，真的很闷很烦啊。超热。哇，fresh， 真的是 fresh。把今天的真的在外面，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晒到太阳，就感受到那个高温的那个闷热感。在这一喷，它不是凉，而是它的属性非常棒透，就让你整个就是消暑了，真的非常适合夏天。对，它前面带出来的肯定是有佛手柑之类的嘛，对不对？对，它一定对。那这一定是甘宁调开头。我觉得它的绿调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些绿草、绿色植物。对，我觉得跟旁边那一串端午的那个有一点连通。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它的味道，我可以直接讲，它就其实它跟我们 Creed 的阿文图斯真的是并列都是这个王者，只是它的 feel 是。阿文图斯是凤梨嘛？对，它是蓝莓。这个是蓝莓啊，那种有点酸，对，微酸的那种果香。对，一开始，但我觉得它的那个木质也是蛮明显的，那个底啊。我们不要再猜了，我们火速来公布一下。还感受不太到呢。那就梅果版的阿文图斯啊，对，梅果版的阿文图斯，梅果版阿文图斯，梅果版对。好闻。前调葡萄柚、柠檬、波斯树脂、青柠。
中调是有青苹果、木质元素、铃兰、茉莉、粉色胡椒，还有玫瑰。基调是龙涎香、麝香、安息香、皮革、劳丹脂跟香草。哇，那这个是后调是我会喜欢的。这支前调也好闻，树脂，因为它是那个前面是那个树脂的味道，蛮好闻。这是几乎没有人会讨厌，就算你，而且它非常适合，你白天去工作的时候，大概没有比这更适合了，真的没有比这更适合，给人家一个朝气清爽的味道，而且不落俗套，不会被高级，对，是非常高级的一个香味。这我觉得有一点像我去那乌来有一个叫内洞的地方，内洞森林，它现在规划成森林步道嘛。你不要以为看到这森林步道好像弱弱的，它爬起山来是，我觉得带同事去爬是可以，大概2到3个小时是需要的。那为什么特别讲？因为这支味道让我觉得有进入内洞，因为内洞那边有非常高的瀑布这样子刷下来。那你知道瀑布以前叫云仙乐园啦，现在可能倒了啦。那这个瀑布刷下来，你就会觉得在夏天那种闷热的场合，对不对？这个瀑布哇，清凉的刷下来。那你慢慢走进这个林间的步道，那个雾气开始出现哦。那我觉得这一支柑橘带着一些水感，带着一些绿调，就很像这个山林步道里面。外面大热天，可是你在这个树丛非常的茂盛，然后开始在这个山间起出云雾的时候，哇，清凉感出现了。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接触这个品牌，但是不知道要从什么时候，不知道要从哪一支开始，我的推荐是直接从这支入手，就先从极乐，对不对？对，先从极乐世界入手，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了。它几乎是整个品牌在南香的部分的白天使用的，最顶尖的，没有比它再更顶尖的。而且白天使用这个真是太适合，所以如果你也觉得 Roja 是个很贵的牌子，但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建议你就是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好，那因为它的通用性又高。对，好，那因为豪哥说这个系列五色鸟是适合男生用嘛，对不对？那我们听听女生的角度，如果是林心丽在闻了这个五色鸟，你会觉得这个还界定于男生专用吗？女生用起来感觉它品牌是有特别说这是男生的嘛？是不是男性？他都写一个但我觉得这支女生也可以耶，如果喜欢偏为木质，就是比较偏木质调的，是 OK。而且它的其他支像说香根草那一支，我觉得女生也可以。香根草这个香型，但这个可能这支就是更闷一点，偏男生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中后应该还是有那个偏木那个皮革感的那个感觉，还是任何一个成功人士身上应该具备的味道，都会在这一支。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成功人士，或者即将迈向成功人士，我都建议还是刚出社会的年轻朋友，应该试试这个顶级的味道，应该试试这个顶级的味道。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比较正式场合其实也是蛮适合的。对，就是你比较坚毅型的女性，我觉得这支你应该也会蛮。但是因为它这个五色鸟它有几支，它有女版嘛，它是会有它有规划，特别给女生的。对，它有规划成女版，对，是，它有规划成女版，但是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女版，对，没有五色鸟其实有几支有女版，对，它这个让我闻到真的就是森林里面蕨类的味道出现，对不对？这很像你跟我推荐那个爱慕，有一个男生很赞的那一个蕨类的那一只男的，布兰肯蕨布兰肯蕨，对，就有那一种类似的相似，不过这一支又更加的有那个完全真的是不太一样，这一支又更加层次，那一支就是清透淡薄，这是我个人觉得的差别不同。那个有点像，就大树底下，然后还有一点苔藓调的味道，就是那个，就你很热的时候，你会想念树荫底下那个太阳照不进来的地方，然后空气也没有这么闷热，吹来是微微徐风的那种苔藓调。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积极的
形象跟味道。好，那豪哥建议使用在什么场合跟穿着？工作当然是最适合，它可以，因为它的，因为现在变香精了嘛，其实它的持香度是够。我必须说，古龙版的缺点就是持香可能稍微差了一点。OK， 好，持香可能差一点，你可能需要常常补香，所以你看。古龙版跟香精版最大差别就完全整个容量是不一样。古龙版100W，对，因为为什么？而且比它更便宜，为什么？因为它的持香度可能就没有，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所以它会给你一个香精版50ml，就是让你其实基本上可以一次到位。对，好，一次到位的。而且，瓶子啊，有人问，如果我有古龙版，我需要收香精版吗？有人问，真的有人问，是我必须老实说，除了浓度不一样外，因为他们直接问你就请问他们的味道是不是除了浓度以外不一样？除了持香时间，当然差距颇大之外，其实更差距最大的是那个层次，应该是层次，有点像香精版才是极乐世界的全配版，那古龙有点像减配版，你这样讲我们就很容易意会了。就是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这样说的。如果说，这个但古龙版它是2D 的话，那这个就是3D 的了。就是它是更加立体的。那如果是汽车的话，你是标准配备，那就是古龙版的喽。那如果你是顶规一次到位的话，那这个就是肯定是香精版。因为以古龙版的那个价钱，它就是一个它的入门产品。是，因为他知道有的人真的很难一口气。没有闻过就要花这么多钱去买香精版，所以他出了一个平价的古龙版，让你觉得好入手。但是你喜欢味道，对这个味道的话，我建议还是香精版，最后还是会收起来的，好吧？好，你还是会去追寻啦，所以豪哥干脆直接告诉你解答，就是直接上顶规了。所以我们讲的五色鸟其实就是古龙版，因为它有5个完全不一样的瓶子的颜色，看起来很像五色鸟，所以我们通称它为五色鸟。OK， 但是。升到香精版之后，其实都是一样，只有这个字不一样。然后帽子，它的水晶全部都是黑色，就是一样的。但是它呈现的可能就不是花里胡哨的颜色，而是在追寻在这个，更专精在这个味道里。了解。好，那林心娣，女生会建议，如果用这一支 Homey 的话，女生用哦，用在什么场合跟穿着好嘞？我觉得。还是偏工作，如果是女生使用的话，就是比较正式的场合，上班的场合，或是开会那种比较需要做简报的那种场合，就是很有 power 的感觉。对，反而相对你们都是属于比较正式的场合，那对我来讲，我已经进入深山去了，我很休闲嘞。没有，因为它的五色鸟嘛，它的其实场合的设定都很好，它有那种比较轻松一点的味道，它有轻松，就我们之前拍的嘛。对，如果你真的要去山林，我可以建议3根草那一支，我知道3根草，那绝对是合适的。对，因为它就没有这么正式啊，没有这么严肃。好，那每个人用香水的情境跟场合都不太一样，对，心情也不同嘛。那提出来大家做个参考。所以你看。五色鸟，我可以讲就是极乐世界、危险、丑闻、迷、香根草，各有各擅长的地方，各有各擅长。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用考虑了，想说5支你要收哪一支？我的建议，如果你的能力许可，5支一起收。OK， 好，5支一起收。好，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待会回头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后调，没问题。有什么不同？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拜拜。后调回来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豪哥最爱的五色鸟，最喜欢的一支南香的，对，一喷就到极乐，靠，这个一喷就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嗨。这个它后调龙涎香加麝香，对不对？对，哇，真的是极乐世界的南香的巅峰之作，南香的巅峰之作，对，难怪它没有。阿文图斯这么悠久的历史啊，因为阿文图斯有10几年了嘛，可是他却快速窜出，对不对？对，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一支作品。他现在这个后调非常像是在仙境里面，云里来雾里去，对不对？因为它的麝香跟龙涎香，就是让人家有一种贴肤，然后很像在这个这个
天上的云朵这样子，哇，这样子高高低低这样。所以应该讲说，如果你想入手这个 Roja， 这个品牌，但是因为 Roja 也有很多支啊，有50-60支有啊，对，不知道该从哪一支下手的话，是我建议你是极乐世界开始，极乐世界开始。是。那如果你觉得香精觉得哇，你看那个售价下的后退3步，对，也没有关系，它还有古龙淡香精版，可以让你选择，对，一样的优秀，一样的优秀，哎，那个一样的优秀。那你最喜欢极乐世界？你看上它的是哪一个点？那喷上去的那个瞬间，对，英姿飒爽的那个感觉，英姿飒爽，是，非常非常精神有朝气，非常非常精神有朝气。你是在装人形立牌啊？对，因为我们那个1楼的那个牌子要换成全新的，好不好？到时候你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你怎么站在那里？对啊，我就转头走。对，你有没有来错地方？对，绝对是焕然一新，好不好？我们最近很多大动作，来那，所以你喷香水非常重视一开始给你的感觉。当然，因为它就是给你第一印象嘛，对不对？第一印象，有些人你可能要见面2-3次，深入的互动过才知道才知道他的。但是这个你一喷下去就知道他是个好人了，他是个好人。第一眼就知道这个是好人了，对，所以这第一眼就应该就是你的菜了，对不对？好，那人心里这一支的后调，目前在你身上怎么呈现？我觉得它越后面越不限于只是男生可以喷的味道，就是真的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的一个香味。OK， 那有没有特别是哪一个香材？在后调你会觉得让你仿佛置身在极乐世界？我觉得它前面的那个我以为在问我我觉得它前面葡萄柚的那个感觉还是一直有持续延续下来，就是它那个清爽感，它不会说，就是这个果香还是在，然后又加上它中后调的这个整个的融合起来，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很舒服的一个味道。是。好，那对我来说，它的厉害之处，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说它很像在森林的对，云雾里嘛，对不对？然后透出一些水感，对，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蕨类，凉爽感，那到了延续到后调，香柠檬跟着麝香还有龙涎香这样子混合打起来，就是像在天上这个云朵，像是棉花一样，蓬松有弹性，极乐世界的感觉。你知道，就是砰砰的，很快乐，很舒服，让人家觉得雀跃的感觉，飘飘然，飘飘然。应该这么说啦，因为 Roja 他们香材都非常的澎湃，香材都一堆。对。那基本上我都会把它归类为复起香调，因为你光看香调表，老实讲它是实在是猜不出什么味道，对，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味道，所以它基本上它的香水基本上都是我认为都复起香调，只是面向的不同，呈现的不同，呈现的不同。所以如果你想接触到复起香调的巅峰作品，我诚挚的推荐你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然后我知道你要评分的，我直接给他15分。我直接给他15分，我直接给他满分，对，满分啊！现在直接都乱评，对，好，满分15分。没有，你要想，我买了古龙版，照讲已经够了，我还来买香精版。对了，好不好？好，好，还是，然后以后会出特别版。香精版每一只都有吗？对啊。五色鸟，我除了五色鸟之外，就古龙版我有，然后我现在又买了五色鸟的香精版。对，它以后如果出什么特别版，我还是会买。哇，这真的很喜欢。是，这果然是一世成主顾，就是这样。对，好，那猴哥15分，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香调？它就是复起香调的，应该算柑橘香调，应该算柑橘香调。柑橘复起调，
对，有嘞，开锁了，对，有人来了，已经开了，打个招呼 ，Hello，嗨，台中的朋友你好，他还没有看到，有，哦，耶，好，回头来，好，那复习调、柑橘调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就是这样，没有。我觉得就让他们，因为它已经是负七香调，你看香调表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了。对，我们尽量把它归类成一个简单，就还是大家可以，就算你没有闻过，但是可以想象的味道。当然，闻过是最准了，啊，闻过是最准。好，那林心丽呢？这一支0到10，豪哥都15分了，我一定也是跟随豪哥。是，你是因为那个，我也很喜欢，我觉得这支女生、男生都可以喷，而且仙女的亮影吧，男生喷女生靠在那个旁边，他身上闻，我觉得会很吸引人。对，一定要特别靠在他身上闻的，对。对，好舒服，也就是一个很好闻的味道。而且你仔细认真的闻哦，它还有那个檀木香飘散出来。它整个都让人家是一个觉得很精神的一个味道，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拍2支最后的收官之作，一个是白天的巅峰王者，一个是夜晚的，对，一个是巅峰代表，对，巅峰代表。那香调定在哪边？我觉得也是富奇木质调吗？富奇木质调，应该讲它是个柑橘调，它应该还是归类在柑橘调，因为整个来讲还是让你觉得一个清爽的味道，对不对？好。木质它没有特别强调说它的木质调啦，对，那么多。那我会，因为我的工作是要把它细分一点，对，那我会放在富奇水雾感，因为它有一点让我觉得近身。它的水雾感不是海洋调，而是那个山里微微的，对，山泉的那种山岚呐，瀑布啦之类，就那种。刚起来的时候，因为温差带来的水雾感，应该是那种感，不是非常水了哈。主要还是呈现的是一个富奇香调。对 ，OK， 好，那还会放在木质调、柑橘调，对，还有如果有绿调或蕨类的话，我也会把它放在这里面。那这样讲完，应该全部都森林调，因为这样我就会把它光在富奇调里面，对，他就会把它富奇调里面，对，都有的感觉，对，各类，因为它本来就是会把各种香材都会，最后是。可以把它揉的这么的高级，然后每个转折都是优雅，非常不简单。好，非常不简单。那我会给他10分了，直接10分。满分。这个是我们一致都给很高分，满分。确实果然也是个压轴之作。但是如果2个比起来我还是念念不忘香根草我还是觉得香根草好闻啊，我也喜欢这支。这支也好闻。有时候人会变嘛，香根草我可能只给10分。但我这支没有，你给9.8分，我还记得，对，差点点，自己听完就忘了，对 ，OK。然后你喷回家之后，觉得最好玩的是危险 ，danger 啊 ，danger， 对 ，danger， 你就是个危险的人。是，好，那非常谢谢豪哥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最后休假，不忘来帮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他最喜欢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大概30秒，我们请林心丽帮我们担纲，没问题，下次见，拜拜，拜拜。